大家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你接完一场婚摄或是一组人像拍摄，拍得很顺，客户也很满意，结果真正的噩梦不是拍摄当天，是你回家打开电脑之后，看到那几百张照片开始一张一张修，痘痘要修，肤色要调，眼袋要淡，有些还要顺一下脸型，最后修到怀疑人生。所以今天这支影片，我想来测一款我觉得蛮适合大量人像后置工作流的工具，叫做 Tenorshare Pixpretty。它不是那种拿来做超重度合成的全能型软体，但如果你现在最痛苦的是人像修太慢、交件压力大、照片量太多，这款我觉得很值得看一下。官方主打 AI 人像修图批次处理，一键预设、色彩调整，还支援 RAW 流程。这工具到底在解什么问题？我先讲结论。Pixpretty 这类工具最核心的价值不是让你修得像电影海报，而是让你把原本最重复、最花时间的那段后置流程先快速处理掉。像官方页面上主打的几个方向就很明确，一个是 AI 智能修图，像去瑕疵、肤色调整、脸型与身形微调；另一个是批次处理加一键预设，就是你可以把同一套修图逻辑直接套到多张照片上。再来还有色彩校正、滤镜、RAW 档处理。所以它比较像是什么？比较像是摄影师在大量交件前，先把60分提到85分、90分的效率型工具。这个定位我觉得是合理的。二，哪些有感，哪些我觉得要理性看。一，去瑕疵磨皮。先看最基本也是最多人会用的，去瑕疵跟肤质修饰。官方写的很直接，像痘痘、斑点、痣、皱纹、黑眼圈、眼袋，都是它主打可快速处理的项目。而且强调保留自然质感，不要修到一眼看出塑胶皮。这种功能我觉得对摄影师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修得多夸张，而是能不能快，能不能自然，能不能批量处理时还维持稳定。因为很多 AI 修图工具的问题就是第一眼很猛，第二眼很假，但人像修图最怕的反而不是修不够，是修过头。如果你要的是快速交件、自然修饰，这类 AI 一键修图确实有它的效率优势。但如果你追求非常细节的高端商业精修，还是要靠手动微调。二，脸型微调、五官细修。第二个功能是它的人像轮廓微调，官方列出像瘦脸、鼻子、眼睛、嘴唇、眉毛这些五官细节调整。三，批次处理，这才是摄影师最需要看的重点。再来是我觉得这支片最该放大的地方，批次处理。官方页面有特别提到Pixpretty 支援多张照片同时边修，也能储存自定预设再批次套用，目标就是让整批照片风格一致，节省大量时间。这个对婚摄、人像、棚拍、活动拍摄最有感，因为你最怕的不是不会修，而是你明明知道怎么修，但你没有时间慢慢一张一张修，所以这里很适合拍成这种节奏。我现在直接汇入一批照片，把刚刚调好的设定存成预设，接着一键套用到整组照片上。这时候 Pixpretty 的价值就不是炫技，而是帮你把最重复的工先做掉。四，色彩、滤镜、RAW 流程，官方也有提到色彩校正、曲线、智慧曝光、滤镜，以及 RAW 转档与主流相机 RAW 资源。它不是那种把调色做到电影级分层控制的工具，但如果你是要快速把整体色调、亮度、曝光、观感先整理好，这类功能就很够用。五，连线拍摄。官方页面还有放一个连线拍摄模组，包含 Live View 远端对焦控制，同步观看拍摄画面。不过目前页面标示是即将推出，所以这段我会先保留观察。三，这工具适合谁？不适合谁？我觉得适合的人，婚摄、人像摄影师、证件照工作室、商业形象照后置，需要大量修图交件的人，因为它的强项就是快、直觉、批量、自然系人像修饰。而且官方有 Windows、Mac 版本，也提供新用户14天200次免费编修试用。这点其实很适合先拿来测自己的工作流。但如果你是这种需求，超重度商业合成，很多图层遮色片，广告级细修到毛孔反光都要精控，平面设计跟修图混合工作很多，那你还是不能把它当成完全取代 PS 的工具。我觉得它更像是先帮你把大量照片的效率拉起来，再把少数关键照片丢去精修。四，修前修后对比。我自己觉得它最有感的不是把人修成完全不像本人，而是把原本要花很多时间手修的瑕疵、肤质、五官细节，先用很快的方式整理到一个可以交件也够自然的状态。
如果你是接案型摄影师，这个效率差异真的会直接影响你一天能不能早点下班。总结。总之，如果你最近刚好在找摄影师修图软体，然后你最在意的是人像精修效率、批次处理、交件速度，那 Pixpreti 我觉得可以先下载试试看。官方目前有提供新用户14天免费试用，200次免费编修额度。如果你想先测看看这种工作流到底适不适合你，这个门槛算低，连结我放在下方资讯栏，折扣码也一起帮大家整理好。最后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留言告诉我，你现在还是都用 Photoshop 一张一张慢慢修？B 你已经开始用 AI 工具加速修图流程？C 你想看我之后直接实测婚摄100张照片批次修图 workflow？ 我很好奇大家现在修图到底卡在哪？留言区我想看一下真实情况。如果你想要更多关于 AI 创作自媒体经营的内容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每周都会更新最新实战技巧。这里是炫创意，我是林汉，我们下次见啦。